于是二女加快了脚步，一顿饭功夫后，二人总算到了顶峰。结果不约而同的轻疑一声，此处不大，只有100余丈而已，但在峰顶上却多出了一间茅屋来。而在茅屋前还有一座简陋的石亭，里面正有一男一女围着一张青石桌，坐在石墩上交谈着什么。男的面容普通，并且有些苍白无血，女的相貌秀丽，却恭敬地凝神听着什么。二女刚一出现在峰顶上，那男子就立刻察觉到了什么，停止了口中的话语，扭手望了过来。曹道友，看来你约的人到了。男子微笑着说道，并站起身来。两位师姐到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妹气色不错嘛。咦，你修为好像精进了一层，真是可喜之事。年长女子一脸笑盈盈之色，但仔细打量过这位师妹后，却不禁有些意外。我也是前些日子刚刚突破的，比起两位师姐来还差得远呢。曹师妹，这位是哪个宗门的道友？修为竟如此之高，好像有10层的境界了。另一位年轻女子好奇地打量过如山男子，却忽然大吃一惊。一听此言，年长女子心里震惊，用神识一扫之后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骇然。在下韩立，一介散修，在曹姑娘家做客而已。啊，原来如此。我说师妹如此镇定呢，原来有韩兄这位高人在此坐镇。那位吴小丽来了，自然是自找没趣了。两位师姐请坐，我们慢慢再谈吧。韩兄虽然是散修，但在修炼之道上却经验丰富。小妹如此短的时间就能突破瓶颈，实在是求韩兄指点颇多的缘故呢。啊，那我二人也要和韩道友多。刚一坐下，年长女子正想说些客套的言语，突然山下一声长啸传来，声音洪亮至极。那人来了。他怎么知道此地的？来得这般快？两位师姐不用惊慌，是我约此人来的。这位吴道友早在数日前就找到小妹了，我在得到韩兄同意后，特意约他到此一会的。原来如此，我二人虽然兼程赶路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年长女子有些意外，但心中却是为之一安。毕竟一位炼气期10层的修士，足以应付一位8层修士的挑战。就在这时，从峰下冲上来一道白光，隐隐有2人影并排而立。飞行法器，他会有此种法器？另一人是谁？曹梦荣和另一女子互望一眼，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出了担心之色。相比其他类型的法器而言，飞行法器的确稀少得多，即使低阶的飞行法器，价格也远在普通的中阶法器之上。像他们这种低阶修仙者，哪有灵石去购置中阶法器？能有一件低阶法器，也大都是师门赏赐之物。若是无法进阶，估计终生也就这一件法器了。故而能被赐予飞行法器的低阶修士，那肯定都是大有来历之人。对他们这样的小宗门来说，更是如此。这2人来势汹汹出现在峰顶，韩立却淡淡望了一眼，神色没有丝毫变化。今时今日，距他被曹梦荣救起，已经是8、9个月后的事情。不知是伤势并没有那么严重，还是服用的丹药效力远在预料之上，仅仅花了大半年时间，韩立就部分元气补充了回去，让修为悄然地回到了筑基期的境界。虽然他元气仍然亏损严重，精血也大半未补充完成，但总算在修仙界有自保之力。当然，以这位曹梦荣的修为，自然无法看出他掩饰下的惊人变化。而此女在他暂住附近的这段时间，经常来询问他修炼上的不解和困惑。以韩立的元婴中期修为经验，对对方炼气期的修炼心得指点，自然是大材小用，往往几句话就让此女茅塞顿开，恍然大悟，让曹梦荣大喜之余，对韩立越发的恭敬。特别等在韩立指点下，此女竟从炼气期3层进到了4层后，隐隐地持起了弟子之礼来。韩立见此情形，表面上丝毫异样没有，但心里已经准备好了，再过1个多月就要离开这里。毕竟这几个月，他也从此女口中对大晋修仙界有了大概的了解，
总算不是睁眼瞎。至于炼气期的丹药，他虽然有些，但却不会在如此虚弱下轻易乱送人。毕竟杀人夺宝的事情，在大晋修仙界同样是数不胜数，甚至比天南还要乱上几分。但就在前几日，曹梦荣接到师门传来的请信，此女一惊，自然找上了韩立。一听只是炼气期8、9层的对手，并且还并非那种生死仇杀，韩立就漫不经心地答应替其出手。做完此事，他正好可以借机离开。而眼前冲上峰顶来的2名男子，虽然法器光芒耀眼，但韩立看得清清楚楚，只不过是一名炼气8层和一名11层的修仙者而已，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于是其余3女都露出震惊之色时，他缓步走出亭子，抬手望了望空中，从容地说道：在下替曹道友助拳，2位谁打算出手切磋一下？总不会想来一场混战吧？哼，幸亏在下来了，否则吴师弟还真要吃个闷亏呢。阁下面孔生得很，修为也不错，但黄某一人就足以对付了。一齐上吧，省得到时候输了另找借口。空中光团降落在地面上，光芒一闪，现出2人，其中一个双目细小的中年人手持一块木板状法器，毫不客气地说道。而另外一名30余岁的大汉则紧紧盯着韩立等人，看来就是那位吴小雨了。马玉林，怎么是你？你一名灵犀宗执法弟子，怎能轻易参与他人私斗？看来鲁仙子还不知道，在下可不是什么外人。吴师弟和在下有些姻亲关系，替其出手毫无问题。一听此言，这位鲁师姐的话语戛然而止，年轻女子却脸现焦虑之色。曹梦荣玉容阴晴不定，同样不知说什么好。那我们马上开始吧，等切磋结束了，在下还赶时间，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。抬手看了看天时，再看了看对面的中年人，韩立竟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，然后自又往前踏了一步。那中年男子见此，冷笑一声，一手将那木板状法器收起，另一只手却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只淡黄色的小叉出来。见到2人要动起手，其余之人下意识后退几步，屏住了呼吸。像这样炼气期如此高的修士打斗，对他们来说可实在是一件难得的事情。但对韩立来说，对付这么一名炼气期修仙者，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，只是站在那儿，双手倒背，静等对方出手。那名叫马玉林的中年人看韩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心中大怒，二话不说的一只手托起小叉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另一只手则掐动法诀。片刻后，那小叉微微颤动几下，放出淡淡的灵光，忽然化为一道黄芒，直奔韩立射来。韩立神色不变，也根本没有动用法器的意思，从容的一抬手，10几道符箓同时从手指间射出，顿时化为10几颗拳头大小的火球，一连串的迎上了黄芒。马玉林见此，心中一阵冷笑，他这件黄风叉可是师门亲赐的终结法器，哪可能是被一些小火球就可以抵挡。不过虽然如此想，但仍然不愿硬碰硬，以免有丝毫损伤了法器。当即2手掐诀一催，黄芒蓦然一转弯，划出了一条弧线，打算绕过火球，从一侧攻击对方。韩立微微一笑，随手冲空中一指点，这些火球同时一顿，再起往空中一聚，一团车轮般大的火云凝结而成，随即变形，化为了一只丈许长的火蟒出来。火光一闪之下，此蟒飞快射出，身子一盘，就将那飞叉所化的黄芒缠在其中。马玉玲大吃一惊，急忙将全身法力往那法器中狂注，想让飞叉挣脱而出。但叉上的黄光只是大放片刻，就在交织闪烁中，反被火蟒越勒越紧，灵光瞬间暗淡无光起来，甚至传来一阵阵的低鸣，这分明是法器要被摧毁的前兆。住手！道友法力高强，马某认输了。这位中年人见势不妙，
根本舍不得自己的法器，急忙脸色大变，出声叫道。韩立听到此话，淡然一笑，冲空中一指，火蟒一个盘旋松开了飞叉，然后砰的一声爆裂开来，化为点点火苗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韩立不费吹灰之力就击败了修为如此高的对手，让厅中三女又惊又喜。而对面的大汉吴小雨则面色难看起来，迟疑地看着自己的师兄。马师兄，这是……算了，吴师弟，你也看到了，对方有高人在场，我连黄凤钗都动用了，还根本不是对手。这只能说你那侄子命该如此的。马玉林不容分说打断了大汉，他收回了法器，检查过后发现并没有受损，才心中略安，但对韩立的神通却大为敬畏，当即不敢再趟此次浑水。吴小雨听到自己师兄如此说，自然满心的不情愿，但炼气10层的师兄都不是对方的对手，他自然更加不行。下面自然没什么好说的，两位西陵宗弟子悻悻地玉气离开了山峰，下山而去。而曹梦荣三女却在韩立身边问起了刚才施展的法术。韩立随便找了一个熟能生巧的借口，又讲起了一些施展低阶法术时的操控小技巧，才含糊地应付了过去。但接下来那2名道庄女子开始诚心向韩立请教一些功法上的疑难不解之处，韩立也举重若轻地一一回答。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，等到天色将晚之时，三女自然不好再久待，只好有些不舍地离去。过了一晚，三女再次来到之时，却发现茅屋中人影全无，只留下了一封告辞的信函。曹梦荣看完信函，人不禁怔在了原地。不知为何，韩立骤然离别，让此女心中空空荡荡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。她的2位师姐此时似乎也看出了什么，不禁面面相觑起来。千里之外的地方，韩立一边玉气缓缓飞行，一边在神识中和大眼神君交谈。韩小子，你真要先去江林府打开冯家密窟？当然，五鬼锁神大法的功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灵，自然要先找佛门功法解除煞气，否则此事如复古之躯，怎么也无法安心恢复法力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寄太多希望在此上了，我可不太相信呢。一个小小家族的修佛者，真会有解除煞气的高阶功法？大眼神君仿佛故意想给韩立浇一盆冷水。我自然知道此事，但是冯家密窟也是最容易处理的事情，能找到最好，不行的话也只有去那些出名的佛家宗院去找了。但以我现在的修为，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哼，你的修为大降后，有许多简单事情都变得难办起来。若你还有元婴中期修为，直接找到佛宗去，那些秃头说不定直接卖你这么一个元婴修士面子呢。韩立闻言只能摇头苦笑，佛宗据说是非常排外的宗门，就算是他还有元婴中期的修为，佛门又哪会将本门高阶功法轻易外泄？实在不行，他也只有想办法混入佛门，看看能否偷盗一本出来。不过一想到要混入佛门就必须受戒剃度，这可让韩立有些无语。也许去儒门找一下解除煞气之法更容易一些呢？韩立郁闷之下不禁如此想到。